房是保命符，付了1400萬還貸不到款，交不了屋，預售屋最致命的政策風險哦。先說結論，就沒辦法相信代銷的空口白，也不能說人家空口白話，這就是所謂的時空背景之術嘛。這個實際能貸幾成，他當初跟你講，可是現在不一樣，現在是怎樣？政策說了算。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買預售屋可能會遇到的那些合法但不合理的狀況哦，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付了1400萬頭期款被拒貸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7000萬買預售屋無法貸款80%違約，建商判還部分價金哦。那內容是這樣：有一名高雄的蔡先生，一次買了3間高雄的預售屋哦，總價是7000萬。扯出來額外說一下，高雄的豪宅現在是4000萬，現在的版本4000萬。那你看它3間總價7000哦，那應該就裡頭沒有豪宅啦。如果當初有那個豪宅的話，他也不會買了哦，就是這樣。好，那這位蔡先生主張說是因為建設公司當初跟他講說，到時候每一間都可以幫你協助貸80%，所以他才買了。結果後續交屋的時候，銀行跟他說沒辦法貸款，所以他就無力支付餘款。就是要生更多成數的頭期款出來嘛，那結果就被建商解約解約的時候，他也已經繳完1400萬哦，然後這個建商說沒收那給我沒收，就這樣。那講一下這個案子發生的時間點他買預售的時候是2020年我們今年2026，他2020買了6年前，然後建商說不能核貸的時間是2022年7月，那時候剛好是什麼？是第2波信用管制，我們現在是第7它是第2波信用管制。你看我劃線的地方，自然人購置住宅貸款規範，其中第3戶購屋貸款最高成數由6成降為 5.5 成，並新增第4戶以上購屋貸款最高成數由6成降至5成，所以他就被卡住了。然後我剛才有說他去告建商，判決也出來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高雄地院審理後認為，建設公司跟劉姓員工就賣他房子了，均未允諾保證貸款80%，認定請求賠償應無理由，但違約金過高，應減至490萬。建設公司應償還910萬那不是1400嗎？就是說沒有，你這個太多，你要還人家900，這樣就是高院覺得說建商有理，但是你拿的太多了，你要還給人家一些，這樣還可以啦至少要拿回一些錢。所以你要知道，銀行貸款不關建商的事，建商是建商，銀行是銀行那你也不要在那邊扯說有集團超大的，他有銀行，他也有自己蓋房子。你如果有去看過預售那個銷售中心，你就知道是不是有聽過代銷漂亮的小姐姐跟你說貸款很好過，安諾都安諾那當然都是訓練的話術，但等你真的要貸款的時候，銷售中心早撤掉了，因為預售嘛蓋很久賣光可能就去下一個案子那代銷要不要跑到哪裡去？除非你有辦法讓代銷在合約上面壓說一定能貸款80%，安諾都安諾。但我未看先猜，代銷不會去壓這條給你因為誰知道未來政策會怎麼變動。那同樣的也記得跟代銷講話的時候要特別的留心，他如果說嗨了那邊說答應你可以怎樣怎樣的話，要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個記錄，一個證據錄音賴的截圖email 都好，未來對簿公堂的時候，你有一些像證據的東西給法官看，而不是說沒有他當時說我靠自由行政。最後你要知道，貸款成數是政府決定的。我們再把時間重回2020年這位蔡先生做決策的時間點，他有没有做錯決定？沒有，因為他做決定的時候，預售屋可不可以貸款80%？可以。代銷有沒有說錯？不能說有。因為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大家都是貸80%的，然後信用管制就開始了第一波信用管制開始的時間，我現在講第一我們現在是第7第一波信用管制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第一波2020年12月8號然後第3屋的貸款先變成6成，所以好死不死，這個蔡先生在最寬鬆的時候，他給他一次下3間預售，等到他交屋的時候，信用管制給他打到第2波了。他一時就拿不出那麼多錢，他就急了。請問他有做錯什麼？我告訴你，他真的什麼都沒做錯，他只是沒有料到，我靠，這個買房子遊戲規則還可以這樣子改的改了他就爆了而在台灣買房規則什麼時候變？怎麼變？從來都不是你能決定的。央行開個會，然後快下班才開，
開完以後隔天就下班了嘛，下班以後隔天立刻就實施，我靠，你來不及閃呢。像我們最近近期也是3月19號理監事會議，然後宣布了要點3月20號生效，我靠，就這樣啊。那3月19號你說他上班時間一開，讓大家有時間去跑代書跑的沒有？那快下班才開，所以我們都要想辦法提前預測。那央行開個會，你的貸款條件立刻瞬間不一樣。我自己就中這一條我那時候在買，然後就第二屋那第二屋會變成什麼情況？就是第二屋我買的時候還能夠3成然後突然就變成4成。我還印象我就不講了，你猜也猜得到，就是說屋主是台北的台北要下來高雄簽約我家也是台北，不然我回台北去跟你簽約好了早知道那時候跑那一趟。所以啊，那时候簽約時間是這樣6月13號央行理監事會議公布然後就是說第二屋的貸款要增加1成就對了6月13號，然後我跟屋主約什麼時候簽約？6月14號，看一個晚上多1成就是這樣。我會員裡面有拍啊。那這個央行開個會，貸款條件立刻就風雲變色，就是講這種事情。所以買房這件事情，你不能只看房子好不好，地段好不好，你要把政策風險也要一起計算進去。你永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明天政府再收緊一次，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就是突然就來了第8波信用管制，那你會不會 game over 如果你答案是有可能，那我告訴你還沒準備好，那就認真上班然後鞏固本業再說。如果你不想背這些風險，那你就中股不用擔心說政府突然背後給你，你不要在那個理監事會議那像我一樣6月13號開會，然後我跟屋主約14號簽約，好，那我就要接受新的條件，就是這樣。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的是高雄蔡先生買預售屋，繳了1400萬頭期款以後，卻被銀行拒貸的新聞。那我們先分析了這個事情發生的原因。當時蔡先生下單的時空背景，銀行端確實可以貸到8成，但是沒想到政府的信用管制政策接連收緊，導致他要交屋的時候，能貸款的成數大幅下降。這個下降到什麼程度？下降到他去跟建商打官司也沒用啊。法官也只是說叫建商少扣一點，沒有要建商全部吐還給他結論就是房地產本身就是什麼政策的遊戲，也不能這樣講，就是說房地產就政策，一切都是政策，政策要房價漲就漲，政策要房價跌就跌，就是這樣。買房不僅要看地段跟你個人貸款的條件，然後政策風險也要把它考量進去。如果你要買預售屋就要思考說，如果政策明天再給它收緊下去，那我會不會出問題？我会不會翻車？那無法承受政策的變動，那你就找中古屋吧可能會比較穩妥。你就不要在那個央行後天要開會，你現在來簽約怎麼樣的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建商沒有去還他全部的錢他有沒收部分的頭期款，這件事情合理嗎？A 不合理，那還他 5% 就很多B 合理，因為合約都簽了，白紙黑字啊C 不合理，建商那麼有錢，就是應該要全部還人家對那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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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
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講央行因為有太多這種事情被爆掉，而且在什麼時候最多？2025你不要看我們2025也過去了，好像也是風平浪靜沒有，2025是史上交屋最大年。交屋什麼意思？就是之前買預售的人通通都要去銀行對保，然後對保的时空背景之下叫做第7波信用管制，最嗨的遊戲就是去年，最恐怖的遊戏就是去年，結果也過来了好，那造成什麼情況？就是後來央行有跟進宣布解釋，叫做不可歸責於借款人之因素不可歸責於借款人之因素，這個我特別說明一下，因為很常會被拿來去跟那個建商吵架就是說，如果不可歸責於借款人之因素，這講的事情是說，媽那時候就好好的，然後突然就第8波信用管制我就爆了然後建商就要罰我錢，結果我繳那麼多年的錢就被收走，然後怎麼樣？然後我還沒有房子，慘到爆，我要去抗議了如果有這個的話，有一個救濟方案，就是說不可歸責於借款人之因素那央行在2024年10月9號有公布配套措施這個開脫的做法就是，結果你看它針對什麼？針對繼承族，繼承到40平方公尺以上，很多你是沒有去拉你自己財產清單，你覺得說我哪有土地你去拉看，很恐怖，媽這是什麼東西？莫名其妙的繼承一大堆。尤其我們的年齡越來越大就很莫名其妙的繼承跑出來。好，繼承族跟有實質換屋需求者跟誰？跟已簽約的首購族這3類人來處理而已，這叫配套措施。核心是說什麼？就是要跟銀行要簽切結書1年之內要賣掉95，這個1年之內現在又改，你看也是很討厭。房地產那麼大規模的東西，那個版本一直改，你現在路上隨便抓一個阿伯好了，假設你就抓一個老人老人不是說房子很多，你去考他現在的政策，他講的都不對，因為一直改一直細節承諾1年以內簽銀行切結承諾1年內我會把舊屋賣掉的話，就不受第7波信用管制的限制，有機會貸到8成，而且還有寬限期有這一條開脫又被罵人家說1年我怎麼處理？所以現在最新版本是這個1年放寬到18個月那關於繼承然後實質換屋需求跟已簽訂預售買賣合約者，對不對好來，可是這個劉先生怎麼樣？他一次買3000，幹投資客抓就這樣他就爆了所以即使是有不可歸責於借款人之因素，也作用不到這個人的身上。還有一個莫名其妙的處理方式通常不可歸責這個東西不可歸責這個歸責講的是歸於誰的責任通常出現在哪裡？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8條，你就好好的去買你預售屋嘛。合約上會說，如果政策突然改變央行突然限貸，突然安諾貸款成數跟合約約定的不同如果是屬於不可歸責於雙方，就是說雙方不是買方的話，就是說你跟建商都沒有錯就是政府的政策改，像這個信用管制那處理的方式是貸款差額如果沒有超過約定貸款金額的 3%， 建商就無條件要讓你分期攤還，建商要先墊錢給你就對了。如果差額很大且雙方無法協議，你可以主張解除契約，建商不能沒收你的違約金，或只能沒收很低比例 3%。我們這種信用管制一出來一差都差1成，1成叫 10%， 然後他說什麼貸款金額差 3%， 所以通常就是要走到第2條，叫做你要去主張解除契約，然後建商收你一點點違約金，你以為這樣皆大歡喜嗎？我們回今天的蔡先生高雄蔡先生的案例，我跟你講你不爽，為什麼？
以蔡先生的案例來看，他2020年買，對不對？然後出問題是2022年，建商現在把房子收回去，我告訴你，建商有多爽，建商可以賣2022的房價，對不對？如果他在2022，如果就卡這個官司卡到今年哦，2026年這件事情才解的話，你看建商有多爽。雖然蔡先生把錢拿回去哦，把910萬拿回去，可是建商拿回3間房子，對不對？他可以賣2026的價格，爽不爽？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